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故事精彩的话，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故事，涉及的可是咱们现代社会里的一些热门话题，像离婚、带娃、婚恋的高要求等等。不仅是离异女性的心声，也是很多大龄单身男性的难题。这一回，咱们的故事主角是一位来自广州的美女，带着2个孩子走进了我的婚恋世界。话说有一天，咱们婚介所来了一位特别的姑娘，她叫小丽，年龄在35岁上下，是广州本地人。我第一眼看到她，就觉得这姑娘长得真漂亮，五官那叫一个端正，皮肤白白净净的，身材也保持得相当好，而且穿衣打扮特别得体，整个人透着一股成熟又不失优雅的气质。你一看就能感觉到她以前在圈子里肯定特别受欢迎。可这么漂亮的姑娘为啥来婚介所相亲呢？这就得从她的婚姻经历说起了。小丽坐下来跟我聊起了她的婚姻状况。她之前结过一次婚，还生了2个孩子。本来日子应该过得挺美满的，可没想到她前夫脾气特别暴躁，在家里几乎不参与家务，对孩子也不管不顾。小丽一个人既要照顾孩子，又要操持家务，还得面对前夫的坏脾气，这心里的压力可太大了。时间一长，她实在受不了了，最后选择了离婚。离婚后的小丽，虽然外表依旧优雅美丽，但经历了这么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她对未来的婚姻有了更高的要求。小丽特别直接地跟我说，丽姐，我就想找个老实肯干的人，能真心实意地照顾我，还得能接受我的2个孩子。要是不符合这些条件，我可没兴趣浪费时间。他还跟我明确说了对未来伴侣的几个硬性要求。首先，2个人得有眼缘，合得来才行。其次，这男人的责任感一定要强，得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能担当起照顾家庭、养育孩子的责任。最后，他对男方的经济条件也有要求，男人得有稳定的收入，而且工资得按时上交。我听他这么一说，当时心里就想，哎呀，这姑娘要求可不低呀。但我做婚介所这么多年，什么样的要求没听过呀？我就想着，既然小丽找到我这儿了，我就尽量帮她物色合适的对象。没过多长时间，我就给小丽安排了一次相亲。男方是个40岁左右的成熟男人，叫小赵。小赵在广州一家 IT 公司工作，工作特别稳定，收入也不错。从条件上来说，那是一点都不差。我给他们把见面地点定在了一个环境还不错的咖啡厅，想着环境好点，2个人聊天也能更自在些。到了相亲那天，一开始气氛还挺轻松愉快的，2个人互相打了招呼，坐下来聊了聊工作、兴趣爱好啥的，感觉还挺投机。可谁知道话题一转，聊到家庭、子女和婚姻的时候，这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小赵一听小丽有2个孩子，而且还要求男人工资上交，承担家庭责任，脸色当时就变了，眉头也皱了起来，明显能感觉到他不太高兴了。原本还挺随和的他，语气一下子就变了，开始说起了自己的看法。丽姐，我觉得现在的女人真是越来越高要求了，离了婚还带着2个孩子，自己都没办法完全照顾孩子，居然还要求男人要有责任感，还得把钱上交，这也太不现实了吧。我一听这话，心里当时就有点火了。我心说，这人怎么这样啊？都什么年代了，男人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不是应该的吗？但我干这行这么久了，这种话也听得多了。估计这小赵就是没什么经验，不懂得婚姻里相互扶持的道理。可没想到，小赵的言辞越来越激烈，竟然开始指责小丽，你既然带着孩子，那就得接受现实，找个能接受你孩子的人就行了。你要求男人工资上交，这不等于把自己当成孩子妈了吗？你自己都离过1次婚了，怎么还能要求对方这么完美？我听他这么说，心里那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差点就忍不住发火。我做红娘这么多年，见过太多类似的情形了，每次听到这种话，心里都特别不舒服。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婚姻可不是那种男人赚的钱就是男人的，女人赚的钱就是女人的这么简单粗暴的思维。现代婚姻讲究的是互相支持，共同承担，可不是互相挑剔。我疼的一下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回应他，小赵，你可真是够直接的啊，这才见面几分钟，
就开始批评人家要求高了。你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吗？他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多不容易啊！想找一个负责任、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男人，这难道不正常吗？你觉得他过得轻松吗？他为了孩子付出了多少，你根本就看不到。你只看到了他的要求高，却没看到他的努力和责任。我接着说，你说工资上交，难道男人就不能做一个为家庭负责的人吗？小丽离婚了，带着孩子，但这并不代表她就不配拥有幸福。你觉得自己条件好就可以随便评论人家？不，你应该更看重的是能不能理解他，能不能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站出来，成为一个值得他依赖的伴侣。小赵被我这么一说，一下子愣住了，脸上的表情从不耐烦变成了尴尬。他显然没想到我这个红娘竟然会这么直言不讳地帮小丽说话。看到他这个反应，我也没再多说，转过头微笑着对小丽说，小丽，别急，丽姐一定会帮你找到更合适的人，咱们有的是时间，没必要跟这种只会挑剔的男人浪费时间。送走了他们俩，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事儿。如今的婚恋市场，尤其是在大城市里，离异带娃的女性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很多人一听说女方离过婚还带着孩子，就会觉得他们要求过高。毕竟带着孩子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离过婚，过去的伤痛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离婚并不代表失败啊，反而可能是经历过一段不幸福婚姻后，这些女性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了。她们不再是为了嫁人而嫁人，而是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伴侣。就拿男人上交工资这个要求来说吧，很多人总觉得这是对男人的不尊重。可实际上呢，真正的婚姻是相互扶持的，在经济方面也应该是共同规划、共同承担家庭的开销。婚姻中的收入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夫妻之间心与心的交流，责任的共同承担，还有彼此之间的爱与尊重。其实像小丽这样的情况，在咱们婚介所遇到的还真不少。前几天还有一位离异带娃的女士，她叫阿敏，也是30多岁，孩子上小学了。她跟我说，她前夫出轨导致婚姻破裂，离婚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特别辛苦。她对未来伴侣的要求也很简单，就是希望对方能真心对待她和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一起分担家庭的责任。我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士，叫阿强，在一家企业做中层管理，收入也不错。2个人见面后，一开始聊得挺好的。阿强对阿敏的印象也不错，觉得她很有气质，也很坚强。可当阿敏提到自己有孩子，希望阿强能像对待自己亲生的一样对待孩子时，阿强就有点犹豫了。他说他担心自己做不到像亲生父亲那样，而且他觉得以后孩子的教育费用、生活费用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阿敏听了就很伤心，她跟阿强说，我并不指望你能完全替代孩子的亲生父亲，但是我希望你能给孩子一些关爱，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家经营好。至于费用方面，我也有工作，我也会承担一部分。可阿强还是觉得压力太大，最后这次相亲就这么不了了之了。还有一位李姐，40岁，离异带一个上初中的女儿。她自身条件也不错，有自己的小生意。她跟我说，她想找一个能理解她、支持她事业的男人，因为她平时工作忙，希望对方能多照顾一下家庭。我给她介绍了一位同样做生意的刘先生。刘先生对李姐的生意很感兴趣，2个人聊生意上的事情聊得很投机。但当刘先生知道李姐有个女儿，而且李姐希望她能在孩子的教育上多花点心思时，刘先生就开始打退堂鼓了。他说他自己生意也忙，没时间管孩子，而且他担心和继女相处不好。李姐很无奈，她跟我说，丽姐，我就想找个能和我一起经营家庭的人，怎么就这么难呢？我安慰她，让她别着急，总会遇到合适的人的。从这些案例就能看出来，离异带娃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真的不容易。一方面，她们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更渴望找到一个真正能和自己携手走过下半生的人。另一方面，社会上很多人对她们还存在偏见，觉得她们带着孩子是个负担，对她们的要求也不理解。而对于那些单身男性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顾虑，有的担心承担不起孩子的养育费用，有的担心和继子女相处不好，
还有的觉得离异女性可能会因为之前的婚姻经历而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但其实只要双方能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沟通，很多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就像我一直跟我的客户们说的，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无论是离异带娃的女性，还是单身男性，都应该放下偏见，真心去了解对方，看看能不能在生活中相互支持，相互陪伴。我记得有一对夫妻，女方离异带一个儿子，男方是初婚。他们在我这认识的，一开始男方家里人都反对，觉得女方带着孩子以后生活会很麻烦。但男方觉得女方人很好，很善良，也很有责任心。他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和女方在一起了。结婚后，男方对女方的儿子视如己出，女方也很感激男方。两个人一起努力工作，把家庭经营得越来越好。现在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一家四口过得特别幸福。所以婚姻并不是一场只有妥协与忍耐的博弈。真正的幸福婚姻是两个人共同努力，彼此理解，互相支持的结果。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啦，希望大家能从这些故事里有所感悟。要是你也正在经历相亲的压力，或者对婚姻有过多的理想化和现实的对立，希望这些故事能给你一些启示。如果你有类似的故事或者婚恋问题，欢迎私信丽姐，咱们一起聊聊。别忘了点赞、分享或者打赏，请丽姐喝茶。丽姐下期再见。